百度指数飙66倍，品牌方一个不落，35岁的诚意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66倍，各位先别急着划走，我知道这数字看着有点抽象。我先把场景给你描一下2026年5月17日0点整，你打开爱奇艺，全屏开屏是它；你切到优酷，全屏开屏还是它；你刷微博，它所有合作品牌方一个不落同步发了声贺物料。你打开百度指数看一眼，那条曲线直接从地板冲到天花板，峰值588万，日环比涨了66倍。你猜怎么着？这种全平台同分卡点的待遇，2026年到现在能拿到的艺人一只手数得过来。所以今天这期我不打算给你数蛋糕、念应援语，我想干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把这一页的数据当成一颗洋葱，一层一层剥开，看看最里头那颗心是什么。先说结论，可以剧透一下，最里头那颗心不是生日热闹，是平台再给一个答案。给谁？给3年没出爆款的港剧赛道，给那个叫程毅的35岁的演员。行，咱们开始包。第一层最浅，就是你眼睛能直接看到的那些画面。5月17日0点的那10分钟，我自己是守了的。说实话，不瞒你说，我刚开始也没意识到这是个事件，我以为就是粉丝自嗨那种程度。结果时针刚过12点，爱奇艺先动，莲花楼全集限免7天，弹幕发0517解锁全屏声贺特效，整个剧集页面金色一片。我那边还没反应过来，优酷开屏弹出来了，受谎的概念海报跟一组生日字样直接糊我脸上。紧接着是品牌方，我截了一下表，他合作的品牌几乎覆盖了他主要的代言矩阵，没一个掉链子的，全卡点0点发图。注意我用的词是卡点儿，不是陆续发，是几乎同分同秒。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品牌方的物料推送时间是协同好的，不是各发各的。老粉应该懂，这种卡点的待遇，平台1年发不了几次。这是平台资源位置最硬的那一档。然后是微博，我刷的时候看到一个数字，差点没把奶茶呛出来。海报发出去17分钟，点赞20万。他的官博那天甚至没有立刻发自家物料，但官微涨粉自然涨了4万。注意是什么都没发的情况下涨的4万。这一层先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顶流的标准操作吗？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表面看是顶流标配，但你要是只看到这一层，那这期视频你就白看了。咱们往下包。媒体那天发稿，标题大多写的是全网祝福程毅生日快乐，数据爆表，这种话讲了等于没讲。我想干的是把那几个数字翻译成人话。第一个，百度指数峰值588万，日环比涨66倍。这个66倍是什么概念？我得说一下，等会儿这个数据我得保留意见，这个量级远远超出常态水平。粉丝盘稳定的艺人在生日当天有个日环比的自然波动，但66倍这种跳法已经不是粉圈自己能撑起来的体量了，必然伴随大量路人搜索的介入。我嘴瓢一下提醒一下，是588万峰值，不是588千万，别看错单位。而且百度指数本身有反作弊机制，纯粉丝行为很难把曲线推到这种斜率。换句话说，这条曲线大概率是真实搜索流量。第二个，微信指数涨6682%，这个指标更有意思。微信指数和百度指数最大的区别是，微信指数测的是全微信生态的内容讨论度，包括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里被提到、被转发、被互动的频次。这玩意儿测的是破圈渗透，不是粉圈内部 KPI。涨6682%意味着大量非粉丝的普通用户那天在微信生态里刷到了和它相关的内容，并产生了互动。第三个，最容易被忽略，但我个人觉得最硬的，官微未发任何内容自然涨粉4万。这是什么 level 的指标？说白了，4万是路人盘真实在涨的硬数据，粉丝早就关注了，不会重复关注。
这4万必然来自路人，那一天因为某个契机点进了他的主页，然后留下来了。3个数据合在一起，搜索、渗透、留存，3项全率。这就是我说的3项全率的商业体检报告。下棋的人讲究看格局，这3项数据的格局是他现在的影响力盘子，不是粉圈撑起来的，是路人盘加粉圈一起在撑。这是火候到了的状态。行，扯远了，咱们继续包。包到这一层，我得先跳出诚意这个名字，跟你聊一个产业里的事儿，港剧赛道。我之前查过一组数据，今天正好拿出来用。2016到2023年，内地一共引进了大约40部港产刑侦悬疑剧，占港剧引进总量的 62%。62% 是什么概念？意味着内地观众对港剧的认知已经被高度浓缩成港式刑侦悬疑这一种类型。可问题是，2021到2023这3年引进的港剧里，近一半豆瓣评分小于等于6分。霸榜 Top 10这3年里，一部港剧都没有。这是一条慢性下行的赛道。不是港剧不行了，是这条老路需要修。修什么？修选题套路化，修演员断层，修中港审美的同步，修长剧节奏跟不上短视频时代，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不是哪一部剧能扛起来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连续3年没出爆款的赛道，平台还要不要继续投？要的话，怎么投才不是打水漂？哦，对了，我得插一句啊，这几年长视频平台在港风赛道也试过不同的打法，结果你也看到了，赛道整体没拉起来。这次的纵横四海是他换了个思路。什么思路？我们包到第4层。纵横四海是优酷2026年新推的亚洲剧场板块，定位是高品质港风亚洲合拍剧。这个板块里，受晃、诚意主演的这部被放在第1板块第1位，是开山作，不是之一，是第1位。而且受晃被定为 S+ 级，导演是陆建清，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寒战系列那个。编剧2位，陈文强，功夫女人40的代表编剧，加持一成，悬疑赛道新锐。18集精品短剧，平台单人过会，单人官宣。我跟你讲，这个配置在2026年的港剧赛道已经不能叫大制作了，得叫梭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短剧18集加 S+ 级预算加金像奖导演加单人扛加开山位，平台等于把亚洲剧场这个新战略的第1张多米诺骨牌的方向压在一个演员的表演质感上。这里我得先说清楚啊，别误会，我不是说诚意是平台唯一选项，平台一定考虑过别的人选，但最后落到他身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平台的算法跑出来的结论是，在港剧赛道需要赛道修复者的当下，他的表演质感、商业稳定性、路人盘渗透率3项匹配度最高。这才是5月17日0点那场全网卡点声贺真正的潜台词。他不是给一个35岁的演员庆生，他是平台在用最大声的方式告诉市场，我们投的这个人，你看，所有指标都对。作为他的粉丝，我承认我有偏爱啊，先说在前面，但客观地说，这件事的厉害之处不在被祝福，而在被验证。被祝福谁都会，被这种数据级别加这种平台级别同步验证的，2026年到现在你掰着手指头数能有几个？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这些年他选剧那种宁可慢一点也要选对的打法，这种火候刚刚好的耐心，到35岁这个节点开始结账了。合着走得慢的人确实看得到风景。回到开头那个66倍，现在你应该能回答这个数字了，它不是粉圈刷出来的虚火，它是一份商业体检报告，3项全率，它不是一个演员一夜爆红的偶然，它是一条慢路走了10几年之后的兑现，它也不是平台砸钱办的烟花，它是优酷和爱奇艺同时在给市场一个表态。35岁的诚意，到底值不值这一夜的卡点，值不值纵横四海的开山位？我现在的答案是值。而且受晃开播之后，这个答案可能还要再被网上修一档。
我赌它会成为今年港风悬疑赛道的拐点之一，不信，咱们6月底开播后评论区见。最后说一句给老粉的话，这些年你们说的懂它的人会懂，今年是真的有更多人开始懂了，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行，今天就到这儿。